Hello，歡迎收睇金金貓模型。今集繼續係裝甲騎兵玩具模型介紹啊，臨時加插嘅啫。咁本身就唔係計劃再拍攝比較嘅，不過都諗咗一段時間，最後決定都係影啦。就係 Bandai 近一年推出嘅 High Metal Arrow 裝甲騎兵對 HG 強盜犬，再對上一集出場嘅 Wave 版裝甲騎兵。咁自己一開始係冇計劃將 High Metal Arrow 再比較呢個 Wave 版本嘅。咁但係當我影相嗰陣呢，就發現兩個版本嘅比例原來係差唔多，近乎一樣。因此我就決定今次三款呢都嚟一個比拼嘅。咁同時亦因為呢三個版本而家都比較容易買，就唔似得 Bandai 1:20嗰盒模型呢，想買都未必買得到。咁希望想知道呢三個裝甲騎兵有啲乜嘢分別嘅朋友，可以喺呢一段影片裏面獲得一個參考啦。咁啊記得俾 like 同埋 share 俾有興趣嘅朋友收睇。大家喺度睇三個版本外形比較嗰陣，我都想花一啲時間去分享一下裝甲騎兵由2023年40週年到而家，各大玩具廠商究竟推出過幾多款裝甲騎兵嘅玩具模型或者合金成品呢？因為早喺大半年之前，我遇到一位朋友，咁啊估計超過50歲啦，成頭白髮噶啦。咁佢真係好中意裝甲騎兵嘅喎，基於本身嘅財力問題，就只可以買 HG 嘅啫。咁但係佢就問我點解 HG 版冇駕駛室嘅呢？我就即刻解釋俾佢聽啦。Bandai 將駕駛室同埋其他武器放咗上 Premier Bandai 發售啊。咁但係原來佢唔知道乜嘢係叫 Premier Bandai。咁我細心一諗，其實都唔出奇啊，因為以佢哋嘅年紀，多數都係要照顧小朋友，唔係成日咧都會上網有留意玩具模型嘅消息嘅。我早幾年其實都係同佢哋一樣嘅啫，所以我決定花一啲時間，希望可以講俾呢啲師兄聽，等佢哋有多啲理解同埋選擇。不過講定先，我係有可能講漏㗎吓。大家眼前呢三個版本嘅裝甲騎兵都係上年推出。Wave 版紅色膊頭版裝甲騎兵啱啱過去嘅2024年12月中推出，售價就係665蚊。咁其實2024年頭嗰陣呢， Wave 有推出一個同樣比例1:24嘅眼鏡狗嘅，咁啊大約500蚊啦，而家比較少見噶啦。HG 就係2024年5月推出，緊接住之前早半年推出嘅眼鏡狗啊，售價接近係195蚊至220蚊，眼鏡狗呢就大約180至200蚊。咁頭先提及嘅 HG 武器 set， 而家 Bandai 就推出到 set 6啦，應該仲有宇宙裝係未公佈嘅。至於抵唔抵買，就由各位師兄自己判斷啦。如果你真係冇信用卡同埋 Premier Bandai account 去訂玩具，咁揾朋友幫手咯。今集嘅 High Metal Arrow 眼鏡犬渦輪特裝型就係2024年10月推出嘅，咁啊仲要放喺雲 shop 嗰度限定發售，訂價係接近1300蚊嘅。咁如果大家覺得 High Metal Arrow 好鬼貴嘅，唔緊要，Bandai 非常照顧各位裝甲騎兵嘅 fans。4月就會出埋呢一盒 HG 版眼鏡犬渦輪特裝型啦，日元定價就係4180。咁其實上年 Bandai 咧都已經為裝甲騎兵推出咗幾款 High Metal Arrow 版本噶啦，嚟緊嘅5月亦都會出埋宇宙裝，仲要有大家非常期待嘅女主角贈送。咁同呢一款 High Metal Arrow 一樣，日元定價就係25300。最後再介紹埋 Free Zero 啊！嗱，喺上年咧都出咗2款裝甲騎兵嘅合金玩具嘅，咁包括眼鏡狗同埋狂犬啦。咁之前再落訂嘅朋友，嚟緊嘅1月同埋3月應該會再到貨噶啦。咁其他玩具鋪會唔會翻貨呢？咁大家要自己去留意啦。所以呢幾年裝甲騎兵系列嘅玩具係有大量唔同嘅款式咧，去俾大家選擇嘅。嗱，我已經冇講一啲 Q 版嘅版本啦，除咗大家熟悉嘅 Bandai 之外，啱啱呢幾星期 Takara 都公布推出裝甲騎兵嘅新模型玩具啊！今年9月就會推出啦，所以各位師兄各大廠商係最驚你唔買嘅啫。講咗咁耐，都開一開呢盒 High Metal Arrow 俾大家睇睇啦。又係我嘅朋友歐先生免費借出嘅，
3個月之內就已經買咗3個唔同版本嘅裝甲騎兵。有錢就係任性呢句説話，我真係充分體驗得到啊！呢一盒 High Metal R 嘅封面同埋背面都設計得好靚嘅，好有懷舊風嘅感覺。所有嘅配件，包括武器啊、手型同埋管體都一目了然。呢個位置再打開就會發現有2條天線，一對拳頭手，同埋揸住槍嘅右手咧送俾大家。說明書非常簡單啊，雙面就解說完。人仔方面應該都係完全上色嘅，管體放上手都幾有重量感嘅，始終都有金屬嘅成分啦。綠色嘅外甲大部分應該都係塑膠啦。咁啊，首先俾大家睇一睇 High Metal R 嘅分鏡啦。3個版本嘅正面、側面同埋背面嘅比較，咁今次呢，我就上好全部武器俾大家睇，因為我唔太想呢同上一集嘅 Bandai 版1:20差唔多啊。咁大家可以見得到 High Metal R 同埋 Wave 版嘅 size 呢真係差唔多。HG 就比較細，有朋友表示過呢一個 HG 比例應該係1:35啊。今集我主要會試 High Metal R 嘅可動啦，眼部攝像機能夠喺條坑上咧非常順滑移動嘅。嗱，不過咧都係比較容易甩啦嚇。頭部係可以360度轉動，不過都係嗰句啦，珍惜玩具，冇必要就唔好咁樣試啦。眼罩可以打開見得到主角。身體有別於其他版本嘅裝甲騎兵，當你向上掹，就會多咗一個內部身體結構噶啦，令到佢可以咧有一啲向後或者向前嘅擺動角度嘅。咁點樣打開個駕駛室面蓋呢？嗱，我示範一個錯誤嘅方法俾大家睇，絕對唔係咁樣向上打開，好似有啲嘢棘住嘅，而係要咁樣向上掹，之後就可以輕鬆打開噶啦。駕駛室可以話係裝甲騎兵嘅生命啊！咁但係駕駛室呢，就只係得幾塊裝甲圍住個駕駛員嘅啫，所以動畫裏面所有機師保命先至係佢哋主要嘅工作，死亡率係非常之高嘅。2個版本嘅降下狀態比較一下啦。上一集大家都已經睇過 Wave 版，打橫睇就係咁樣。唔知道大家又會中意邊一個版本呢？至於 HG 版就算數啦，裙格嘅揭起完全冇問題，感覺上比起模型呢係更加穩陣嘅。咁我喺試可動嘅過程中呢，未試過彈出嚟嘅。腰嘅內部有一個金屬位，就係我用棉花棒指住嘅位置啦。令到大髀連腳部有非常穩陣嘅可動嘅，兩邊膝頭甲都有向上同埋向下嘅可動，作用呢就係用嚟鎖或者鬆開腳部裝甲嘅打開。腳掌都有唔錯嘅可動，咁由於內部有好多金屬位，嗱，我喺玩嘅過程中呢，唔會感覺得到佢會有鬆動嘅情況出現嘅。腳底嘅車轆非常好啦，大家見得到係好正嘅，好順滑啊！收埋喺腳背嘅滑輪，打開嘅方法唔難，好簡單嘅啫。如果裝甲騎兵玩具做唔到呢個滑動姿勢，咁你可以抌咗佢啦。好彩3個版本都做到，咁但係模型連接嘅地方呢，由於係膠，時間耐咗唔知會係點樣。
另外啦，我覺得 High Metal R 嘅下半身非常實淨嘅。我最初要拉動雙腳都要用啲力啊！我未試過擺 pose 咧係會出現向後傾嘅，所以整體嘅平衡度係非常高，甚至連下跪都做得到，平衡力係非常之強嘅。手部連接身體都有金屬關節，喺後面睇就係咁樣樣嘅，咁亦都可以向下拉啦，好似甩咗臼咁樣。膊頭甲嘅連接地方呢係金屬，呢個位應該都係金屬嚟嘅，安裝都非常容易。至於手部嘅舉起、旋轉，都係現代玩具嘅基本要求。當然亦都可以咁樣拉出啦，見到金屬管。唯一唔同就係呢一個位啦，有一啲擺動角度，而且仲可以向下拉。呢一個揸槍嘅 pose 充分體驗呢個關節嘅作用啊！大家見唔見到啊？再加上一個開窿嘅手型，就可以非常自然咁樣擺到呢一個 pose 啦，冇出現跌件又或者甩手嘅情況嘅。咁同 Wave 版嘅比較又點樣呢？感覺上 High Metal R 就顯得非常自然啦。至於 HG 都得嘅。嗱，不過左手嘅窿位咧，我係插唔入噶嚇。嗱，我估都有買呢一盒 High Metal R 嘅朋友，都會贊成佢嘅可換性係非常高嘅。例如我咁樣調校揸槍時雙手嘅高度啦，玩模型嘅朋友一定知道，就算擺得到，當你好似我咁樣調校雙手嘅位咧，手型、手臂都會甩晒噶啦，要慢慢再校過。咁但係 High Metal R 就唔使。我第一次玩呢個 High Metal R 裝甲騎兵係非常開心嘅。嚟到影片嘅最後啦，順手將上一集 Bandai 1:20咧都放埋喺一齊影張大合照。一分錢一分貨呢句說話，今次我完全喺 High Metal R 身上體驗得到，非常高嘅可動，優秀嘅外形，可以話係近代嘅裝甲騎兵合金玩具之中最值得支持者入手嘅其中一款成品玩具。當然亦都有缺點啦，就係要自己為佢滲密線嚟增加細節啦。當然唔搞亦都冇問題。總括嚟講，1300蚊嘅價錢絕對係值得。至於 Wave 模型版裝甲騎兵，我覺得假以時日 Wave 如果繼續努力落去呢，絕對係有機會同 Bandai 競爭嘅。HG 版裝甲騎兵可換性方面亦都唔差，缺點就係 Bandai 要你上 Premier Bandai 去訂佢嘅武器 set 啊。最後當然就係已經近乎絕版嘅1:20 Bandai 裝甲騎兵啦。嗱，有幾優秀，我相信上一集已經詳細交代啦。歡迎大家重溫上一集對 Wave 版裝甲騎兵嘅影片啊。接連2集嘅裝甲騎兵玩具分享嚟到呢度就完啦。嗱，我喺呢度呢，再一次多謝我嘅朋友裝甲騎兵瘋狂 fans 歐先生免費借出佢嘅收藏。裝甲騎兵嘅影片要休息一下啦。嗱，我應該咧會喺農曆新年之後先至會有我先前計劃好嘅裝甲騎兵某內容分享啦嚇，因為我都仍然未有信心自己係咪真係可以做得到。至於9月推出嘅塔卡華版，會唔會突然又會喺我呢個頻道內出現呢？咁我發現原來裝甲騎兵喺香港都幾受歡迎嘅，估唔到都有非常多嘅朋友因為呢個主題而訂閱我呢個頻道嘅。如果大家想睇多啲裝甲騎兵嘅玩具分享，咁啊唔該立即訂閱本頻道啦。咁好讓我知道呢係咪應該繼續做落去俾大家睇。如果中意呢一段影片，記得俾我一個 like 同埋留言，最重要係分享俾對裝甲騎兵玩具有興趣嘅朋友收睇。未訂閱嘅朋友，希望你真係會訂閱支持下我啦。咁啊，既然叫得金貓模型，就好應該俾佢出場一下嘅。咁但係天氣凍啦，佢就選擇冬眠。咁啊，祝大家蛇年事事順利，食極唔肥，最緊要就係身體健康啦〜